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老婆的亲戚们以为我只是个干安保的，过年聚餐被我捧在手心的老婆竟被使唤剥虾倒水。他表妹一口瓜子可吐在我老婆头上，说她要是和我离婚，接受他们介绍的二婚对象，等拿到彩礼就叫人给他妈迁坟。我一个电话，1万保安开着挖掘机前来，不把你祖宗骨灰挖出来当猫砂，算当年火葬场烧得干净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老婆是孤儿，从小吃百家饭长大，但老婆很少提起亲戚。结婚半年，我一个都没见过。现在机会来了，正值过年聚餐，他的舅舅和伯伯们在市区的海天酒店吃饭，还叫了他。老婆刚刚怀孕，我放心不下，在电话里确认了地址，直接从 CIA 训练场撇下客户去了。路上我专门取了现金，买了几个红包，一边开车一边让董柱送点虫草人参、中华茅台之类的来，然后想到他还有2个姐妹和兄弟，又让秘书挑2个能拿得出手的包包、丝巾一起送来。总归第一次见面，不能失了礼数，不是炫耀，钱这东西不用就没有价值。给老婆花钱从来不心疼，但老婆对钱和身份很敏感，自尊心也很强。为了让她能接受我故意弱化了自己的身家。现在她怀孕了，也不必藏着掖着了。一想到老婆，我心里一软。我在最难的时候遇到她，那时候为了见投资人，我甚至做了1周保安。她是个很感恩的人，只要对她有一点好，她都记得很清楚。从小缺爱的人就是这样。说来也奇怪，自她和我好了以后，我的气运好得不得了，简直跟撞大运似的。我到了海天酒楼，酒楼有我一点干股。进门碰到酒楼经理，他恭敬地向我打招呼，我示意他低调，走到那个最便宜的包间门口，里面说话声很大，和老婆微信上借钱的语音声音一样大。咱小超真是出息了，请咱在这里吃，得多少钱啊？小超是我老婆的表弟，也是他请我介绍安排在一个下属物业公司的，现在应该是个主管了，磊磊也不差啊，现在都是保安队长了，可比小雨那个破保安老公强多了。就是他主意倒多，怎么瞎眼找了这么个人，还偷偷去领证，1分彩礼都没给，白眼狼。所以今天才专门叫他来。是表弟小超的声音，他不是嫁在这里了吗？就该他请客啊。他出去这么久，怎么东西还没买回来？不会逃单了吧？和我想象的，也和老婆偶尔提起的和睦情形好像有些不一样。正好服务员上菜，门开了，里面一桌子男男女女看到了我。堂姐周莹认出了我，这不是堂姐服吗？她看了看我身上穿着的迷彩服，露出了鄙夷和不屑。堂弟周强拿出队长的架势招呼我，坐啊，愣着干嘛？结婚半年也不登门，我们都想见你一面。对了，你是在和氏创投大厦当过保安是吧？其他人的目光这一刻再也不掩饰什么情绪了，甚至不知谁小声说了一声，真穷成这样，工作服都不换就来了。坐在我旁边的老婆表妹轻浮地问我，你不是就靠脸把我表姐追走的吧？我记得这个表妹，老婆说过她小时候有一次发高烧，就是表妹给她倒了一杯水。我笑了笑，小雨她并不以貌取人，她舅舅冷笑，所以她现在混成这样，听说工作都还没定下来。我瞧着今天她穿的也周正，是不是把钱都花在衣服上了？然后堂弟周强问我，说到工作，
你现在在哪里做保安？要不我介绍你去天盛保全吧，大公司，福利多，对员工培训也好。那边现在一个仓库招看门的，配了狗巡逻，都是3000。天盛保全是我下面一个小子公司，基本交给了我的老下属在管。当时老婆说有个朋友找工作，问有没有合适的机会，原来就是给堂弟问的。三叔也说就是，现在强子是队长了，你去了能罩着你一点。周强道，别的保安都要给队长3礼1课，你去了报我名字就免了。什么3礼1课？周强洋洋得意，他抽了口烟，每月1条烟，2月1瓶酒，1个季度去放松1次。课就是每年新入职的年底，请所有老人吃1顿。我有些惊讶，那要是不送呢？周强将那烟屁股在我的新盘子上按灭，一口烟喷在我脸。那所有的夜班巡逻还有打扫宿舍干了也行。周队长，你当初也是这么过的？我是被上面的人介绍进去的，能一样？他嗤笑一声，看来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工作是老婆在后面帮忙的。他说完又抽出1根烟，示意我给他点上。我想起我老婆说的，小时候有次落水，是堂弟将他从水里拉起来，还是将打火机递给了他？堂弟拿着打火机，眼睛一亮，镶钻子不啊，这个不便宜啊。他拿着左看右看，哪里来的？工作应酬偶尔会用，我不抽烟，但在外难免遇上用火的情况。这回当物业主管的表弟也笑起来，他扯了扯衬衣领口，好让声音更大些。工作应酬？你什么工作？对了，就你那个工作，你带着我表姐住哪儿啊？员工宿舍吗？这话一出，几个安坐的长辈都露出了可惜的表情。当初我妈给周宇介绍了好几个有钱人，还有个是我们那儿的包工头，他电话都不接，我还以为他找到个什么样的，一辈子苦哈哈都买不了1套房子。的确买不了1套，我现在就10套，全部都加了老婆的名字。看来我老婆真是家里半分情况都没透啊，这嘴真保密高端级别了。表弟一边说，一边仿佛很不小心地说，我公司要给上公积金，这不，上月刚刚订了1套房子，在望江那边。我心里一动，那边的新楼盘现在就一个望江苑，但望江苑的老板上月资金出了问题，已经开始拆借了，工地只找了几个人在那儿装样子。想到老婆说这个表弟小时候在他书本掉了以后，将自己的字典和课本借给他用，我于是多问了一句，是望江苑吗？交了定金了吗？如果没交，那很好办，如果交了，现在也不是没办法。表弟嗤笑一声，我们又不是那1分钱拿不出来的穷鬼，这肯定交了。怎么，表姐夫也给额外支援一点？额外支援就是说这些已经支援过了。说了这10来分钟话，老婆还没出现，不是说她马上回来吗？电话还是打不通，我心里有点不安，看着电话又一次没人接。表妹笑，一会不见就记挂成这样。表姐夫，这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就算一时是你的，以后也不见得是你的。他说完，舅妈立刻咳嗽了一声，场上其他人脸色都有点不自然。表妹忽然感慨一声，你说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还得有个疼人的老公啊。他这话一出，堂姐鼻腔里轻哼一声，只有没用的男人才围着女人转。这堂姐的情况我知道一点，她对象脾气不好，但堂姐夫是个准拆迁户，马上就可以有钱任性，这大概也是他脸颊遮瑕都遮不住淤青，却还死死不肯分手的原因。
老婆说过，小时候有时没饭吃，堂姐偶尔会叫他家去吃饭，还亲自给他做过。我看着他旁边那个主位的空缺，看来这个空缺是给堂姐夫留的。由来是人多势利，先敬罗衣后敬人。老婆还没来，我不想撕了堂姐的脸，也不想继续待下去，正准备出去，门第二次开了，一瞬间我瞳孔收紧。我看到老婆竟然双手不空，拎着重重的2个塑料袋，气喘吁吁地走进来。我2步冲过去，一把接下她手里的东西。她额头都是汗，惊讶地看着我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有些紧张地看了一眼现场的人。舅妈看见主角回来了，买个东西买这么久，都等着你的东西开宴呢。袋子里有几瓶名酒，几瓶不同的饮料，还有一些小零食和瓜子什么的。几个年轻人过来挑选自己点单的。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。老婆微凉的手拉着我的胳膊：“对不起。”她仰头祈求着看我。就这一回，堂姐嗤笑一声：“还以为你嫁个保安能多拿架子呢，花点钱这就巴巴道歉。”我伸手捧着老婆的手，将她有些粗糙的掌心在手里搓了搓，然后放在嘴里吹了吹。以后这些体力活让我来。堂姐被我这一手噎了一下，不甘地哼了一声。堂弟拿到了自己想要的酒，顺便给自己找补。堂姐，其实保安也不是没用。之前我们公司总经理老刘不就是从安保行业混起来的吗？人家跟对了人，现在还不是大老板了。表弟说：“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们物业总经理还是从开挖掘机干起的，他们都是跟对了人。我要是能有他们那时候的机遇，我跪在地上给那贵人舔鞋子都行。堂弟加码，我舔脚都行。没想到这2人对我评价这么高，但今天穿的作训鞋都是你，怕是有点硌牙。”表弟忽然看我，脸上有突然回神的难堪：“你笑什么？我们说的那个贵人姓郑，你不会以为你也姓郑就沾光了吧？你就是想舔也没机会。”我看着他，似笑非笑：“我不舔人家的鞋子。”舅妈和3婶闻言都立刻维护自己的儿子，对觉得不如自己的人，他们从来都不需要压制脾气。拉倒吧，你一个破保安，天天这样那的，也不看看今天什么席面，你就背个烂包空手来了。我正要站起来，老婆在一旁按住我的手，她先打了个圆场。刚刚回来晚是因为在门口碰到了黄婶，她来城里办事，听见我们在这边，问几位长辈的好。她说话的语气总是这样，温柔又镇定。我从来没见过她为什么事情着急。大伯母翻了个白眼，稀罕她问：“从来就嫌事管得宽，话又多。”这时开始陆陆续续上菜了，菜明显比套餐升级了不止一个档次。3婶洋洋自得：“还是我家强子有面子，瞧瞧这给的菜多好。”主位的人还没来，堂弟出去打电话，好像在催请对方先上的冷盘。领班不动声色地看了我一眼，将菜转到我面前。舅妈蹙眉：“没眼力见的，这主客在这儿呢。”我没动，微抬手示意领班继续工作。舅妈翻了个白眼：“花架子倒是学得好看。”表妹将一盘虾推在老婆前面：“你包一下，包干净点。”我还没说话，老婆站了起来，看着开酒拿零食的这群人，先鞠了一躬，再起来的时候眼眶微红：“你们想要的东西我都买来了，现在可以告诉我妈埋在哪里了吧？”我猝不及防，心一下炸了一下，看到他这鞠躬，场上的人面色都没变，一个个都看傻子似的懒洋洋看了我老婆一眼。白眼狼啊，
要不说不能给别人带孩子呢？白眼狼吃了我家多少米，现在就这态度。大伯母说：是啊，过年穿了我家妮子多少衣服，这么多年起码3件，头一回吃饭红包没给一个，就说这些。三婶说，当初为了他妈的病，他舅舅没少跑，结果他表弟买房，说了那么久，还是告诉他妈是在哪个村，才给了3万，还说是他之前工作全部存款。舅妈说什么？他给了3万给小超？那不管，我们强子也要。我放话了，今天没有这个钱，别想知道是在山上拿。三婶立刻炸毛。对啊，我们都是你的长辈和亲戚，不能厚此薄彼。大伯立刻道。老婆忽然很轻地笑了一下，笑中是无尽的失望和悲凉。她闭了闭眼，吃米。大伯母，我在你家吃的是什么？你当真不知道吗？那是给人吃的吗？从猪食里面刨出来的米。我在您家吃的那些米总共不会超过50斤。毕业那年我就送了100斤大米回来。至于三婶说的衣服，堂弟本来就比我矮，他穿不得的衣服你硬塞给我，骗爷爷说是用他给的钱新买的。舅妈，我叫你一声舅妈，我妈在的时候什么事情不想着舅舅，可是他还没死，你就偷取下了他的婚戒。他嘴角的笑意带着一丝惨淡。这样的叫亲戚吗？哟，算长辈吗？老婆，我的心刺痛一下，你他们是要反了？三叔一筷子拍在桌上也站了起来。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？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，那么多的饭白吃了。舅舅也冷笑。你今天是来翻旧账的吗？舅妈阴阳怪气。就算翻旧账，那时候谁容易？我们自己都半年吃1、2回肉，可你姐姐妹妹兄弟们对你还好啊，你不能不认，该帮还得要帮，不然你对不起你爸妈。我搂着老婆的肩膀，她的肩膀微微颤抖。那么多委屈，她从来不说，但伤在心里，就算愈合也是疤。我今天来，不是来翻旧账的。无论是表妹趁着我发烧给我喝洗脚水，还是表弟将我的笔记和课本拿去卖了换烂书给我，还是堂姐让我跪在地上吃她做的红薯藤草饭，又或者是堂弟将我推进水沟再将我拉起来，我都可以不计较。我努力又努力，只记得你们的好，让我觉得自己不那么可怜，让我自己不和你们一样。他另一只手抓住我握紧的手。但现在我怀孕了，我马上也要当妈妈了。我只想知道，我妈到底埋在天香镇的哪里？臭丫头，真他妈给你脸了！大伯闻言大怒，一脚踢了一下凳子。你还说你不是来翻旧账的，是不是要我再教训你一顿？他站起来，我站到老婆身前，在身高上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占到便宜。不要以为你今天带了个威武点的保安来，我们就不敢怎么样。周宇，你是周家的人，当初你爸是占了我们兄弟的读书名额才读书出去的，他死得早，他欠的债应该你来还，父债子还，天经地义。就是。三叔立刻帮腔，还钱？就这俩核桃大小的脑子能读进去书？舅舅也趁火打劫。就是。你要想知道你妈埋在哪，想你爸妈合葬，今天的事办好了再说。先说好，我们是娘家人，得加钱。三婶听见钱，早就忍不住了。你不生不想结了婚，多影响你堂弟。你知道老家彩礼多少吗？我们现在拿什么出？你1分彩礼不给，还借钱给你表弟，你可别忘了，你姓周。舅妈撇嘴，那他现在在意的是他妈啊。我说行了，争啥？等周强安排，今天把事情办完，拿钱再说。看老婆气得快说不出话，
我立刻转移了话题，办什么事？这时，保安队长堂弟周强正好打完电话进来，他毫不避讳：“行了，你反正来了，也不瞒你，今天我给我姐介绍了个对象，我们公司的张副经理刚刚死了老婆，上回看到我和我姐聊天，就一头像照片就看上了，人家也不嫌弃他结过婚。”给已结婚的侄女介绍二婚带娃的相亲对象，我特么都给干懵了一秒。这骚操作，所以那个主位的空缺，原来是给今天的相亲对象留的。难怪我一来，他们格外不待见，想激我走，原来是为了这一茬。老婆也懵逼了一秒，立刻向我不知道。我当然知道。堂弟兴致勃勃给其他人补充，人家说二婚也给彩礼，按照我们那里的规矩来。我问：“哦，什么规矩？”他们以为我要挽留，又看我在发消息，大概以为我在准备筹钱。得了，你别问了，你那点工资10年都不够。嘻嘻哈哈的笑声中，我越发淡定。做生意这些年，什么人没见过？都是毛毛雨。舅妈看我一眼，直说了吧，彩礼得要这个数。她伸出一个巴掌，我点头。如果按照卖人来算，倒也不算多。表妹嗤笑道：“这是50万，不是5000，你给得了吗？”我做出惊讶的表情。这么多，那我只有问我老板或朋友借了。舅妈冷笑：“借不行，得要现金。你要是能拿来，说不定还有转还。”我转头看老婆：“老板，你同意吗？他是你老板，管你1月2000块钱，真是好大的老板啊！”堂姐酸唧唧道。我凉凉看了她一眼。我的所有财产都和我老婆共有，她当然是我老板，还所有财产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有几百万呢。我笑了笑，的确没有。只是后面还要加点零。老婆知道我越生气越平静，说：“阿寻，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吧。”她脸色实在不好看。我故意装作可怜兮兮：“那老婆，你会不会不要我啊？”老婆被我逗笑了：“傻子。”表弟假意可惜道：“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喂，你不能阻止表姐奔赴幸福啊！今天也不是不能留你在这里吃饭，只是一会儿相亲的张大经理来了，你别说话。”老婆冷冷看着表弟：“卢小超，你闭嘴！”我拍了拍老婆的手：“我不说话。不过这点菜够大家吃吗？要不要再多点一点儿？”用优惠券订的包间配的套餐的菜的确少了那么一点儿。堂弟看了我一眼，以为我在讨好。“你请客？那行，反正今天有人请客，我请客，只要你们都吃完。”此话一出，他们立刻拿着菜单乱七八糟加了无数菜，专门挑贵的买。这架势哪里是吃饭，分明是抢劫。我微笑着看他们继续点，将老婆渐渐温热的小手换了只手舞。我一边不动声色的套话：“可是这些彩礼该给谁呢？”“当然是我啊！”几个人齐齐回答，然后立刻开始争执起来。我喝着茶水，看他们相互争吵，丑态百出，脸红脖子粗。这时手机里面突然进了消息，是总助和秘书送礼物到了。我回复了消息，很快响起了敲门声。门开的瞬间，总助和秘书都下意识看向我。按照我刚刚消息的指示，他们只说是公司的人，是被安排来送礼品的。上好的虫草、烟酒，加上两人衣冠楚楚的模样，包间里的人都没吭声。等秘书一并放下包装精美的包包、丝巾礼盒，他们的眼睛都直了。这些都是送给我们的吗？三婶瞠目，咽了口水，一直等他们出去。
坐在我旁边的表妹才红着脸，那个帅哥刚刚干嘛一直看我呢？他站起来，扯了扯丝巾，想要出去送客，舅妈按住他，等下，这送礼的都这么周正，更别说一会儿这个对象了。这么好的对象，大家闻言都看向保安队长堂弟。堂弟有些得意，我只是答应帮张总牵线，我哪里知道他这么客气，竟然还派人来送这么多东西，大概是平日工作得力，给2分面子吧。大伯这回有些生气了，这么好的对象，你怎么不想着你姐？你不知道他现在那个对象那狗样子，还没拆迁呢。拆迁，说到这里，我记得集团的确在下面的县份有个小项目预算，但是还没最终定下来，是在城区建住宅，还是做成傍山的旅游小镇。而还没娶儿媳妇的三叔目光别具一格，咂巴了一下嘴。我看刚刚那个妮子也不错，强子，你看合适不？合适回头让你们经理配给你。老婆听到这里，忍不住打断他们的妄想，真是做梦，能把我好脾气老婆气到发声也不容易。这一声出来，众人的目光又回到了他身上。表妹最先不服气，怎么就许给你介绍，不许给我们？她现在明显动了争抢的心思。老婆冷笑道，行，都给你们，我只要一样，我要知道我妈到底埋在哪。因为存了其他心思，各怀鬼胎中，他们对我老婆的态度开始变了。大伯先说，这样也没那么麻烦，都说人不管事钱管事，我们这些长辈都老了，管不了你们的事，痛快点，你出点钱，1个字就1万。三叔皱眉，大哥，你这太没意思了，这么算最多不过20万，那哪里够强子的彩礼？不行不行，20万，20个字，按照这个找地名并不是很难。就家表弟看得不到好处，开始拱火，要我说谈钱伤感情，要不喝点酒啊？这1个字喝1杯，喝完了我们考虑考虑。他拿出喝饮料的高筒杯，你喝还是我表姐喝？表妹则抓了一把瓜子嗑，上下打量着老婆，用下巴将虾点了点。对，看你多会装贤惠温柔的，你给我包1盘，我考虑一下。表姐，别这么看我啊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我肯定想你先走的。老婆吸了口气，真的去拿虾。我直接从他手里拿过了虾，手机响起来，我接起来，知道了，发过来。现在戏和底牌都看到了，没必要再等了。用湿巾擦了手，慢条斯理剥完了那只虾，去掉虾线。我将虾肉送到老婆嘴里，将就吃1个，不要饿着宝宝。说罢，我擦了手，顺便将刚刚收到地址消息给他看。虽然不知道准确的位置，但在当地几位说得上话的朋友的帮助下，现在已知道了是哪座山。挖掘机正在调动启动的路上，只需要1天。我不把你祖宗的骨灰挖出来，都算是对不起我丈母娘。老婆见状，神色顿时松缓了，她转头温柔地向我一笑，然后将前面的虾全推开，虾很滑，2只落到了表妹的棉裙上。表妹一下站了起来，耍我。接着她嘴里的瓜子壳一口吐到了我老婆头上，唾沫星子无比刺眼，嘴里的瓜子还没咽下去，我直接一只手抓住她的衣领，将她像小鸡一样拎了起来。她还没说话，我反手将她扔在了方才坐的凳子上，哐当一声，她面色惊恐又慌乱，疼得说不出话。大家还没回神，我转身将我身后的包包放在了桌子上，杯盘散开，拉开拉链，里面是几叠钱。要钱是吧？但我的钱不好拿，我们老家的规矩，
大的都是给晚辈发红包。我瞧着，今天晚辈有，但是不懂事，冒犯了长辈，想要红包，是不是应该先教训好了，我们做长辈的再给？我看着舅舅教育好了，众人为证，这3万过年礼就是他家的。包间里沉默了2秒钟，啪的一声，舅舅果断伸手给了表妹一巴掌。他一边脸颊肿了，爸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话音未落，又是第2巴掌，众人都惊呆了。接着是第3巴掌，这一巴掌直接将那碎嘴的表妹扇到了地上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他恶狠狠看着我，好像是我动的手。三叔闻言看了一眼堂弟，立刻被三婶死死按住。完事红着眼的舅舅弯腰过来，准备拿钱，刚摸到，却被我收了回去。钱给你家了，不过正好你家还欠我们3万。我微微一笑，这下两清了。你舅舅气得半死，放屁！那钱本来就不用还。舅妈尖声说罢就要冲过来抢钱。堂弟周强一下站起来，使劲挡住他们，然后趁机浑水摸鱼。干什么干什么？这是我们老周家的钱。双方推攘中，门再次开了，这回来的竟然是个熟人，竟然是黄婶。原来是老婆的手机刚刚落在那边，他们是专门来送手机的。大冬天的，黄婶只穿着棉衣，旁边是他虎背熊腰的壮实儿子黄子韬。他身上的外套里面是一套稍厚的工作服，仔细看是我办公楼下的保安制服。这衣服今年夹层加了羽绒，比较保暖。堂弟周强立刻颐指气使地要黄婶儿子黄子韬去把钱拿过来。他一直念着，既然表弟他们有3万，他们也应该拿3万。黄子韬只看着我，他显然认出了我的身份，有些吃惊，又有些不理解眼前的混乱。堂弟看到他看着我出神，不由嗤笑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看到同行就挪不动脚了。黄子韬，你的工作本来就是我介绍的，今天要是你不出力，可别怪我不念旧情。你挑一个，你收拾这个死同行还是卢小超？黄婶颤声道：不能打架。他大伯当初介绍工作就说了，给了500，这件事就了了的。堂弟还没上前，黄子韬就挡在我和老婆前面，做出保护的姿态。堂弟冷笑了，老太婆，他的经理是我好朋友，我说一句话，分分钟就开除他。我不由看他一眼，哪位经理这么大的权力？堂弟眼巴巴看着被黄子韬拎住的箱子，说出来我怕吓死你。安恒大厦的物业安保万经理，我真是多余问这句。万经理今年底的绩效评估不合格，已经开了，通知就这2天发。记得这个名字是因为送上来的时候，我瞅着万茜这名字和明星很像。怎么看你表情，你认识似的？姓郑的，郑什么来着？臭小子，就你这样，你和他说过话吗？的确没有，我看他一眼。平时我和万经理也没有什么汇报关系。其他几人有些不敢动。黄子韬的身高只比我略高，但体重非常壮实。老婆先去扶着黄婶过来，我看了看他手上拎着的拍片的袋子。这家医院的院长我正好认识，年底很多医生都休假了，找到合适的医生有时得看运气。老婆向我介绍黄婶，当初黄婶帮了我很多，我读书第1个月的生活费就是黄婶的卖猪款借给我的。她眼眶微红。还有当初我妈过世那个冬天，也是黄婶半夜陪着我给我妈穿衣服的。黄婶摇头，傻孩子，婶婶就做了这么一点，你年年都念着，你也真是不容易。咱们那个镇位置不好，只能挣点苦力钱，
婶婶也帮不了你太多。对了，这位是……听完他说这一句，那个关于城区建住宅还是做成傍山的旅游小镇的小项目，我已经有了打算。黄子韬张了张嘴，欲言又止。老婆忙介绍我的身份，黄婶拉着我看了看，满脸笑意，又看老婆，有些欣慰。看到小鱼你结婚了，婶真替你高兴。瞧着小伙子长得好，模样好，眼睛亮，很好。我也关心问黄婶这是哪里不舒服。黄婶道：其实没啥事，就是肚子老不得劲，怕里面长东西，换了2个医生还没确诊。我想了想，不如你们找第一医院的华大夫看看，他对内科很权威的。黄子韬面露难色，今天这医生也这么建议，但华大夫是特级专家，号都到下个月了。黄婶忙说自己没啥事，大过年的就准备先回去了。来都来了，怎么就回去了？我帮你约吧，正好下周要和华教授一起吃饭。我刚刚说完，就听见旁边的嗤笑声。表妹一脸看神经病似的看着我，约？你以为外面约女人啊？人家夸你2句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我拿出电话打过去，迅速搞定。华教授这2天休息，但他今天下午正好有点空，不如下午一起去，完了一起用个餐。还用餐？真能装。酸唧唧的堂弟嘲弄，表弟笑了笑。我听过那个华教授，好俏得很，外面黄牛炒到2000都秒空。你确定你约的是这个，而不是华强北的哪个教授？表妹也道：就是，我这回来看病，去过一医院，任华教授在专家号第1名，是你想见就见的。嘲弄的笑声断续响起。现场的人都一副这人装犊子装昏了的表情。这时华教授的微信视频又打了过来，我接起来，是华教授的小孙子呀，是叔叔。叔叔好，爷爷说下午要和你们吃饭，我也要来好不好？我要看美女姐姐。淘气啊，果果，她是姐姐，我自然是哥哥，你是叔叔。小孩子闹腾。手机被华教授拿过去，露出那张慈眉儒雅的脸。小寻，下午见。我先收拾这个小猴子，淘气得很。表妹就像被雷击了一下，她呆呆看着我。真是，华教授？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认识华教授？早知道，早知道。这时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，堂弟接了电话，表情立刻变了。哎呀，张总，您真的来了啊？在哪里？您说了，我这就去接您。什么？到了大厅，还碰到了熟人，要先去隔壁包间吃第1轮。不行，那不能够，我们全家人都等着您呢。真的，全家都在，不骗您。他这时候也顾不得我们了，立刻整了一下衣服，端着一杯酒在手。刚刚走出门，又想起什么，回头看包间里的，走吧，咱们一起去进个酒吧。表妹昏头昏脑回神，立刻拿出口红开始抹。他们一行人走了出去。黄子韬有些迟疑地看着我，您正？我笑了笑，拍了拍他肩膀，他咽了口水。包间空出来，顿时清爽不少。我打电话让酒楼经理安排人来收拾刚刚拿来的东西，一面扶着老婆出去。正在这时，表妹那个未婚夫竟然来了。一见面他就面色不善地问我们把表妹藏在哪里。老婆怜悯地给他指了指前面第3个包间，门开着。老婆家里那些极品长辈都讪讪端着酒杯站在外面，连进去拍马屁都没资格。里面是说话声，走近的时候声音正好听得清清楚楚。先是堂弟周强，谢谢您张总，帮我们包房餐单升级。我刚刚问了服务员，
说是有大老板来了，经理特意交代的。我一猜啊，就是您。张总有些疑惑地笑了笑，接着是表妹的声音：张总，您喝了这么多酒，喝水不喝水？喝吗？这个水温度合适，我给您端着。有人不满：周强，你来就来，带2个服务员进来干嘛？还这么没眼色。表妹更谄媚的声音嗔怪：张总，我不是服务员，我是周强亲戚，就是你今天准备见面的那个对象啊。他真是豁出去了。说实话，他长得不差，细看还挺秀气，但总是一副没骨头的样子，叫人看着就厌烦。里面传出笑声：张行健，你今天不是偶遇，原来是在相亲的啊。我们几人走过来，舅妈瞧着我们，脸上青一阵红一阵。我笑：表妹这样骚扰别人不好吧？什么骚扰？我女儿那是热心。你说你前面的顶头大老板来了，连口热水都不知道去敬别人，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，你以后能混个什么样子？我笑起来。小刘从我背后走出来，脸上带着怒气：妈，你们怎么把小娇带这里来了？相亲？舅妈吓了一跳，慌乱地看了一眼舅舅，忙道：小刘啊，你别多心，你知道的，小娇一向热心，你们相亲那次她不也是给你拿了水吗？小刘不知道想到什么，一瞬间脸色铁青。我们的说话声里面也正好听见，里面忽然安静了一瞬。很快，靠近门口的人站起来，打开了包厢门，里面果然是下属分公司几个主管在聚餐。上菜口坐着2个年轻的保安。我皱了皱眉，想到了周强说的3礼1客，是变相迫员工吃拿卡要，而张行健正坐在高位上。他本来靠坐着，看到我的一瞬间，一下站了起来。他一站起来，其他人都跟着站了起来，座位椅子后退，撞到了堂弟周强。他疼得哎呦一声，却不敢说话。看到张行健看着我们这边，里面的堂弟表妹堂姐表情都有点怪异。张行健一步步走过来，走到我和老婆面前。我精准听见旁边3婶的议论：瞧，还是看上这狐狸精了。我挑了挑眉。张行健走到更前面，酒楼经理站在我旁边，舅舅忙退后一步，以为是来找他的，谁知张行健走到我面前，满脸是笑：郑总，没想到在这里遇见您，赏脸喝杯酒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看向我，目瞪口呆，堂弟甚至讪讪：郑总？什么郑总？张行健向公司部门小头头们介绍，这位就是咱们天盛公司的幕后老大，龙吉集团的郑总，就是你们都听闻过的那位白手起家的传奇人物，平时请都请不来的人物。今天我们真是有福遇上了。他笑着：郑总今天怎么亲自光临海天酒楼？我看着他，我老婆散步经过，我来接她。说罢，我揽住老婆的肩。张行健这才看到老婆，顿时面色一变。他忽然想到什么，猛然回头，恶狠狠看向呆若木鸡的堂弟周强：这就是你给我介绍的郑总？你听我说。堂弟慌忙摆手：不，我不知道我堂姐的老公是他。我不紧不慢：哦，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是别人，就算没离婚，也可以让张总横插一脚了。张行健脸上的笑一下消失了，额头的冷汗立刻冒了出来，连忙摆手：郑总，你听我解释，我真不知道她是您夫人，我是听周强说这是他堂姐，离婚了的，正要处对象，让你失望了。我老婆没有什么离婚的打算，不过你这个找对象的眼光可真不错。我似笑非笑地看他一眼，
张行健脸色一下惨白，我都是被这臭小子忽悠的，郑总，我对您夫人绝对没有非分之想，一点点都没有。我笑了声，怎么没有？是觉得我老婆配不上你？不是，就是张行健语无伦次，再无方才的从容淡定。他诚惶诚恐的道歉，彻底镇住了这帮人。老婆看我一眼，好了，大过年的，大家就是开个玩笑，他们开玩笑，我可不是。我看了一眼张行健，目光越过他后面那几个主管都有些紧张。在他的手下，这场破规格的聚餐，还有公司里面流传的坏规矩，得一个一个算。听说你们还有什么3礼1客，不知道今天谁请客？这回张行健才是完全慌了，都是闹着玩的。今天是我请客，是我请客。他说完立刻叫我身后的酒楼经理要刷卡。我看到角落里2个拿着酒壶的年轻人都相互看了一眼，神色复杂。直到现在还有人没回过神，怎么可能？我听见堂弟吃惊的声音，他不就是一个普通的保安吗？还穿着保安的衣服啊？对呀，不可能。表妹喃，这一帮刚刚捧高踩低的亲戚个个脸色难看，舅妈甚至一激动开始打起了饱嗝。堂姐呆立原地，还记得钱？你之前刚刚说你家的全部房产都在你老婆名下，那岂不是？他苦苦煎熬，贪婪得不到的，却是我老婆早就在手上的。我笑了笑，看着他震惊又嫉妒的脸，真是一副让人神清气爽的好表情。是啊，全部都在我老婆手上，所以我才叫他老板嘛。站在门口的大伯母最先反应过来，开始极力挽留。都是一家人，来都来了，不如一起吃。说罢，他慌忙向自家女儿使眼色，亲戚如梦初醒，纷纷面向我，脸上都浮现出腻歪的笑。现在我的眼前全部都是一张张笑脸，谁能想到就在10分钟之前，他们还差点想要打我们一顿。一直没说话的老婆忽然上前一步，挡在前面。我的家人早在吞了我妈下葬费，随便把她埋进荒山的时候就没了。今天正好大家都在，一次将话说清楚。我的家人只有我老公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其他人都不是。小雨啊，老婆面无表情。对了，我老公说了他请客，只要你们吃完，经理，你安排人检查一下，只要他们吃完，这个课我们就请了。如果吃不完，呵呵，意思就是如果不吃饭就是自己买单。而刚刚那些小舅子大伯们因为贪便宜，个个发疯似的点了那么多。我转头看老婆一眼，她靠近了我，孤身支撑那么久，她好像也真的彻底累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姐夫，姐。如梦初醒的堂弟被一个主管推了一下，开始从里面往外挤。老婆已表明了态度，我也懒得和他们继续虚与委蛇。东西你可以敞开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就是个破保安，可当不起你保安队长的一声姐夫。我向前走，张行健本来站在我前面，呆呆向后退了一步。我找了黄子韬和黄婶，扶着老婆向外走去。身后酒楼经理安排的服务员拎着方才总助和秘书送来的礼物，一个一个走过去。他们排成一列，走得很慢。上好的虫草、烟酒，还有精致的包包、丝巾包装袋，一众人齐齐沉默。这些本来都是他们的，但现在到嘴的东西全部没了。堂姐颤声，那个丝巾是普拉达的，我知道那个牌子。我本来想等县里那边拆迁了就去买的。大伯母咽了口水说，反正你们那也快拆迁了。拆迁？不，
至少在我那个项目里不会拆迁了。在城区建一栋新楼，远远比不上依山傍水新建的旅游小镇意义大。最后一样礼物走过，他们脸上全是后悔不迭的表情。表妹从人群中探出头来，娇滴滴地叫我姐夫。你别气啊，姐夫。老婆停下脚步，表妹瞬间闭嘴，而一直在旁边的小刘脸色铁青，一巴掌扇在他脸上。不要脸！我早就听说你来城里相亲，还他妈骗我说是来看不孕不育的。这婚老子不结了，退钱，退彩礼。在争论中，大伯大声喊了一句：别吵了，闭嘴吧你们！短暂的安静中，他脸上堆出笑脸，叫我侄女婿。郑总，这样吧，反正过年要回家，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回去，到时候把我兄弟媳妇的坟一起迁了。我头也没回，不用了，我们已经知道在哪了。然后抬手看了一下手表，看时间，现在差不多已经处理好了。大伯瞬间张大了嘴。我们走出酒楼，老婆的电话响起来，然后各种消息不停进来，都是请求原谅和甩锅别人的，个个说自己的无奈和别人的坏，这些对胎教不好。他看完第一条，直接关了机。我开着车带着黄沈母子前去见了约见的教授，很快有了诊断结果，好在并无大碍，好人有好报，正好也要回去迁坟。我们安排黄沈休息了一天，第二天他非要回去，索性我们就让司机换了车，一起送我们回去。等回到老婆老家，村里早就传开了，众人看着我们和黄沈一起下来，看见流水式的礼物送到他家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还有之前在村里帮助过老婆的，我们都一一去拜年。这一波下来，老婆几乎在村里成了励志和感恩的典范。知道我们回来后，撑得半死的极品亲戚们匆匆忙忙赶回来，任凭他们说破天，也什么都没得到。远亲不如近邻，好人不应该比赖皮过得坏。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周家人的势力和恶毒谁不知道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们的诋毁。而在这过程中，村里又迎来了好消息，旅游小镇落地计划一传出，整个小镇沸腾了。而周家人，他们也打听到了传闻拆迁的幕后老板是谁。据说周大伯直接气得捶胸，周三叔气得砸门，结果不小心震掉了门上的马蜂，反而被折进了医院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安静的依山公路上，旁边是枯水期的河床，里面是各种各样的石头。再往上，前面那座山是转满山的挖掘机。老婆抱着我的胳膊看着我，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坦白的吗？是有，我以前除了做保安，还开过挖掘机，我开的肯定比那个好。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？我装傻。你到底有多少钱？到底是什么身份？我的身家不都在保险柜里吗？要是在你那里，密码是你生日，你一直保管着的，又不用。至于我的身份，那就更简单了，我是你老公。哼，还有，差点忘了，孩子他爹，我伸手抚上他的肚子。我怎么会有这样好的运气？他轻声的几乎叹息般说，那样子让我又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大汗淋漓跑着来面试的他。我递给他一瓶水，他感激而又不安，微笑着向我道谢。那样一双小鹿一样的眼睛，人一辈子的苦是有限的，小时候吃完了，现在就都是糖了。都是从最低处走出来的人，很多情绪和感受，即使不说，也彼此明白。隔了没多久，在搜集了确凿证据后，张行健和他手下几个主管都被开除了。拔出萝卜带出泥，
因为这件事，堂弟周强等都被开除了。开除完以后，他想方设法来找老婆求情。一个劲说当年都是大伯和老婆舅舅的主意，和自己家没关系。他还说自己现在被开除，工作也不好找了，又说表妹被退了婚，堂姐因为拆迁不成被迁怒甩了。如今他们俩都想照着我来找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。前几天叫他帮忙说情，让老婆给介绍2个，他还没同意。老婆沉默地听着，你不能不帮啊，姐，都说以德报怨，我到了海天酒楼，花我想帮吗？我问。老婆笑了笑，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我在村里的亲戚，现在只有黄婶他们，如果会哭的孩子就有糖吃，懂事的孩子就活该被欺辱吗？我轻轻在老婆额头亲了一下。对于入职的年轻人，我依旧保持着提供职业教育的机会，当然选的最多的还是挖掘机。作为其中的佼佼者，黄婶儿子黄子韬成了小队长，然后换了方向去了项目。没多久，他向我说了一个消息，当初表弟借钱买来的望春苑果然烂尾了。其实我在之前就放出了消息，很多人都及时止损，避免了一生积蓄化为乌有。我听到这里，不由问道：那个卢小超呢？就是借钱那个表弟。黄子韬摇了摇头。卢小超觉得您是故弄玄虚，想报复他，没有退，被套住了。时也，运也，机会就算摆在眼前，没有足够的判断力，也抓不住。电话重新响起来，这回是老婆老家的新消息。春日的风吹在身上，带着懒洋洋的温暖。我摘了一朵路边的杜鹃花，捏在手里。那座撒着他妈妈骨灰的山，因开发小镇，一起被我买了下来。计划以后作为公园，种满丈母娘最喜欢的杜鹃花。项目经理闲话提起，传说山上有周家祖坟。我想起那几个叔伯的嘴脸，开玩笑建议他们这么过分，要不要我再叫1万挖掘机过去，将他们祖宗挖出来，骨头渣都不剩。老婆瞪我，挖吧，反正也是你宝宝的祖宗。我轻笑起来，将杜鹃花簪在他耳边，花面辉映，真美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